今天就可以先开始了。好的，大家好，今天不错，今天可以有 small group discussion，然后欢迎大家来到我们这次关于 neurodivergent 的讨论。啊，朋友们大家都比较熟了，是不是？感觉都是老朋友们，所以就不用过多的介绍了。我们最近有很多的 Pride event，大家可以来玩，然后在湾区还有那种相亲交友活动，6月21号马上就要开始了。Thanks 老师，到时候一起来玩。还有高什么高，相亲角我还没知道。6月21号跟木贼老师的一起搞的一个活动哦，原来有这个，Yes，活动。跟 be fun。然后每个城市好像都有，纽约的那个拉拉恋综啊，还有什么欧拉拉呀，这些哦，都在进行。就骄傲月嘛，就做一些骄傲月的事情。那必须的，解决圈内刚需。大家的刚需很多哎，找工作呀，找朋友啊什么。对，找工作找朋友最重要的嘛。讲一下 Safe Brave Space。今天关于 neurodivergent 讨论就可能更加的 sensitive 一些，大家分享的话应该也都不会被放出来，除了大家允许的情况下放一些，不然的话就只讲讨论的和 lecture 的内容，然后不会放大家的 personal sharing。Vince 老师给大家做一个自我介绍，来从 neurodivergent 的角度介绍一下自己。今天人少，也可以让大家都介绍一下。嗯，对，我先介绍一下自己吧，官方版本，也是 neurodivergent 版本。大家好，我叫 Binks，我是中国出生长大的，然后在上海上完医学院以后，就到美国来了。嗯，然后其实是，然后我平时做很多科研，所以在志愿一在北京的 Tax 志愿一的时候也做了很多有关跟 neurodivergent 有一定相关性的，就是他们的一些在真实世界当中的人们是共同诊断的一些疾病，像 eating disorder、ADHD，还有 conduct disorder，就这些方面的真实世界研究。然后我现在是在 UCSF 做 Child Psychiatry Fellowship，然后我下一年，也就是7月份的时候，是我最后一年的培训，然后同时也要完成 Public Psychiatry Fellowship 联合培养，然后 要当 attending 了，是不是对之后就要 attending 了，然后对，然后我？So 还是 amazing！Community Chief Fellow，就就下一年的话。哇哦，我们的 high profile 女同社群，大家都比较 high profile。嗯，来听听大家的介绍呗。今天人比较少，大家可以来聊一下自己和 neurodivergent 的对，我关系，觉得人为比较什么少的话是对这个 可以，大家我 topic 们就可以互感兴趣动性更强了。？I know。那雨欣，你来介绍一下。我觉得我就是比较感兴趣的人。哎，你说有谁在说话？我就都挺感兴趣的。我主要就是想知道，neurodivergence 的应用，呃，就是比如说我们所谓的 high function 和没有那么 high function 的具体有什么区别？因为我觉得它就对于一些人来说，我现在越来越多听到人就总是会说自己是 neurodivergent，但是我觉得就当大家在讨论实际面临的问题的时候，我觉得又不一样。就有一些人他说了之后，然后我看他就是行云流水，在那个 social 场合就非常顺利的完成了各种这种 social tasks。然后，但有一些人就是即使没有 self identify，但还是有的时候，如果面临着这样的 struggle 的话，反而就是被很多其他的例子裹挟了。我就可能有这个担心。就比如说我之前看那个谁，Emma Watson 也 come out as neurodivergent 的同时，然后感觉就是哦，这挺 high function 的，但是有些人可能就更 struggle 一点。就是我就挺好奇他在 social justice 方面的应用。大家呢？对，记下了。什么是 neurodivergent？就是定义是什么吗？还没有开始讲，这个是讲座内容之一。并老师先讲个 high level 的。High level 的，嗯，就是就是 neurodivergent 的，应该最早提出来叫 neurodiversity。那它
指的是就是人的就是神经倾向就嗯人的行为啊，人脑的功能还是有很多多样性的，就是你对待事情不是只有一个角度，做事情也不是有一个角度，然后人们反正从神经科学的角度会觉得，嗯，在自然状态下，人就有很多不同的变异性。然后那这个 neuro 就是神经的功能呢，那就包括很多了嘛。就比如我们比较低级的就是像感知觉功能，就比如说你视觉、听觉，然后触觉、你的振动觉、位置觉，这些都是你自己本身的感觉。那每个人感受世界的方式是不一样的。然后那大部分人，就我们目前叫 neurotypical 的人，那他感受世界是有非常大的相似性，但是有其他的一部分人呢，现在认为肯定是比这个 neurotypical 的人数要少，但他们感知世界的方式会变得很不一样。你们同样的刺激对他们来讲，会是内心会有很不一样的感受。然后那比较高级的功能就有，比如说你的内感啊，你的注意力这个就是 ADHD。然后还有你的语言能力，你的表达能力，你是更喜欢用图片还是更喜欢用文字？就这些都是有人的不同的多样性。然后它本身又是一个谱系，这个就涉及到雨欣刚刚提的问题。有的人是高功能，就他感受世界，即使跟别人不一样，可是那他也可以呈现非常非常高的一个功能。就像有的人，即使他 ADHD，完全看着好像没有法专注，上课也不听，都在东张西望，扰乱课堂。然而回头你会发现，他什么都学会了，虽然没有在听，考试也考得特别好。不知道有没有解答您的问题？好的，谢谢 Binks 老师。徐慧老师要不要再分享一下自己对于这个 不会了。topic 想要？好的，我其实就是因为我是女同性恋，所以我对于女同性恋的这个就是挺感兴趣的。然后我自己的话也在做个人的分析，现在大概快有5年了。然后我就是这段时间，我其实有在写一篇个案分析，用的那个个案是第一本英文小说，写女同性恋的英文小说。然后就是通过这一本小说中的这个主人公他的这个个人的成长的过程，就是去分析，就是这个女同性恋她的一个精神结构是什么，她为什么会遇到这么一件事情，她为什么做这么些选择，呃，而且我就发现就是在小说中，她其实是还有另外一个女同性恋人物的。就是他们的选择是完全不同的，还包括这本小说，就第一本关于女同性恋小说的这个主人公和呃就是那个另外一部英国的那个剧叫做那个什么《Gentleman Jack》，然后的那一个人他其实是生活在同一个年代，但是他们又是做了完全不同的选择。就是整个的一个个案的分析，我觉得是非常有意思的。所以我其实可能是对人比较好奇，然后就是对 neurodivergent 这个概念也挺感兴趣的。谢谢谢谢分享。大家还有什么关于 specifically neurodivergent？哦，我想分享。嗯大家好，我叫子宇，然后我也对这个特别感兴趣。然后我最近也在研究一个就是关于 neurodivergent writer 的声音的，就是他们的表达写作方式的问题。就是比如说就是别的像散文小说就不用说了，他们是 neurodivergent writing style，但是在学术写作方面，但就只有一种线性的，然后结构的，然后比如说第一步 outline，第二步
literature review 这样比较线性的思维方式。那如果在学术界当中，那 neurodivergent writer 的 voice 该如何被听见呢？那是一定要是像 NT 那样的方式进行学术写作吗？还是说可以有不同的 creative synthesis？还是说别的拼贴式写作、创意式写作、别的写作方式呢？还是说我们一定要去在学术界一定要去玩 NT 的游戏，去玩他们的游戏，按照他们的一个学术方式来写作吗？如果不能按照他们那个学术方式来写作，是不是意味着就不 function 呢？还是说我可以有自己独特的写作方式，而被学术界承认呢？我最近就在思考这个问题。我觉得我的体验正好相反，我是 ADHD，然后我经历了，因为我们那个 program 本身就很迷，它就是在强调 nonlinear writing，我对啊，经历了那个 nonlinear writing 的 process，然后我发现我写的东西我是没有一个 clue 的，就我写了巨大的海量的，嗯，很多支线的东西，但是我没有办法把它整合在一起，所以我后面还是 back to the outline thing，就是那个 outline 能帮我弄清楚。不然的话，我可以继续沉浸在不断的去写新的东西，但是没有办法把它凑成一个可读的东西的一个状态。这简直太 valid 了，这个问题。我觉得这个 subject Christelle 真的等一下可以具体的聊一聊这种可能性。哎，高高也举手。对，我就在写拼贴式写作这样的。对呀，对呀，就是相悖了，就是一定要玩他们的游戏吗？我是这么觉得的。当然了，如果有 ADHD 会觉得 outline 有用，那当然也是非常 valid 的事情，我觉得。高高有什么问题和分享？哦，我是想呃想多听一下，就是 neurodivergent 和这个 LGBT 或者 gender diversity 之间的关系，这个我挺好奇的，想听听就是你们是怎么看，特别是这个讲座的主讲人是怎么看，还有一个是关于这个呃。好吧，三个问题，还有就是，我不知道你们觉得，就是我看 neurodivergent 社群里面会有这样的讨论，就是说，比如说，PTSD、CPTSD，还有就是其他的一些精神方面的疾病或者多元性，属不属于 neurodivergence？这样一个问题，我也想听一下，就是你们的想法。还有一个事情是，我看就是特别是中文的，这个 neurodivergent 社群，很多人喜欢用阿斯这个词，我自己挺讨厌这个词的，因为，我接触的相关的社群主要是，最开始主要是英文的社群，当时比较难找到中文的社群，然后，然后在我的理解里。阿斯伯格这个词是有就是一个纳粹的历史背景的，就是我也不会认同这个词，但是中文社群里面就很喜欢用，当然还有就是，当小红书上很多就是可能是比较偏 NT 的人，常常是neurodivergent 的人的伴侣家长会。也会用这个词，或者就是甚至，就是ASD 的伴，有的时候发泄的时候会说这个阿斯就是没有共情心啊，就这些就是比如说你们找伴侣一定要当心，不能找到阿斯，就等等这种话，这个我看了也心里有很多想法，我觉得这种现象如果有时间的话，也想听一下大家的讨论。谢谢高高。北面也举手了。我也想分享一下，就是我刚刚听那个 Christelle 说的这个，真的是我觉得非常非常有共鸣吧。就是我在本科写论文的时候也是有这种感受，因为我的论文会拖到最后一刻再写，然后我就采用了那种灵感爆发式的那种写作，写出来就是一堆像是那种读书感受之类的东西，就被老师当时严重的批评了。然后我就会发现，就是在我写作里面，就是会有两种模式，一种就是我知道我要写什么，然后我再去写，
然后这个过程就会特别痛苦，因为我会先要随便想出来一些东西，然后把它就是条理化，这个过程会让我非常非常痛苦。然后另一种写作方式就是我会一字就是从头写到尾，然后不中断。这样的写的时候，就是我在写之前我根本不知道我要写什么，然后写完之后我的心情会很舒畅，然后写出来的东西这个作品我也是满意的，整个过程也会比较轻松。然后我就在想，就是这两种模式到底对我来说哪一种就是更有意义的？就是对于我来说，想要提高我自己的写作能力，就是更加比较靠近我想象中的灵魂的书写，我应该是忍着我的痛苦去修炼第一种模式，还是说我应该就是用其他的方式来，就是纯靠灵感去进行写作？这个问题其实一直都是很困扰我很久，因为有的时候我去写作的时候是很快乐、很自然的，有的时候我又是不得不逼迫自己写作，就是处于这两种状态。因为写作它是跟我自己的就是生活是非常息息相关的东西。那大概是我想说的。看来大家对于写作，学术写作不同的 style 的写作都和 neurodivergent 有很大的相关性，在大家的认知里面。玉珏老师是不是刚才也分享了一些？岳老师是不是也刚举手了？对，哎，我好像忘了关麦了。哦，好吧，好，还好刚刚没有出声音。就是因为我现在就是我没有办法去确诊这个是 ADHD 还是什么，因为就是如果大家了解到 NHS 就是英国这边医疗系统它那个 waiting list 的话，就是他现在就是确诊 ADHD 和你确诊那个性别焦虑，它大概 waiting list 都是在3到4年以上。就可能你要是去NHS 提供的这个确诊的这个服务，然后你去排的话，就是他认为说你可能有这个相关的症状，但是你真正要到确诊的话，可能要等个3到4年。但是呢，我会发现我有很多的这种表现，特别是思维方式，就是和他这怎么讲？应该说他们那种没有神经多元的那种是不太一样的。就特别是我在跟我导师交流的时候，我发现就是他们的那种单性的那种线性的思维和逻辑，我是不能理解的。就是我的逻辑告诉他们的话，他们会告诉我说你这个东西不够 logical，那我就觉得非常的意外，因为我觉得我好像是在跟着自己的一套思维方式在走，但是我又觉得有的时候我可能会在每一个点之间建立联系。但是我又觉得他们来看的话，这所有的点都是散开的，我就会经常会发现这样的事情。包括是特别是在社交的时候，就是我会很明显的感觉到我没有办法去跟人面对面的直接去交流，我需要在跟人交流之前，我要演练很多遍，就是我可能要说什么，然后对方可能会怎么跟我回复，然后我就觉得说，好像我的这种社交的一种模式、行为模式和这个常规而言的是不太一样的。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想去排这个确诊，然后但是呢，我又觉得我很难去排到它。没想到 NHS 要排这么久啊！就是，哎，玉珏老师辛苦了。我觉得玉珏老师讲到了很重要的一个点，就是当你觉得你思维和别人的思维没有办法相契合的时候，就互相不太兼容，然后导致了你要去演练很多遍啊，让是为了这更好的沟通，然后或者让别人能听懂你在说什么，所以在这其中你花了很大的力气去做到，就是让就是反而是你一种讲要用你自己的努力去兼容别人的思维方式。就是在我看到那个就是朋友圈，不是朋友圈的评论区都已经开始互相加微信了，我觉得特别好。我觉得以后我们这种活动可以办成 neurodivergent 的那个刚需活动。对，我们有一个 neurodivergent 的小组，大家可以加我的微信，我把大家拉到那个 neurodivergent 的小组里面。这个就不太一样，这个小组也是 Apple 们的一个小组。对的，因为这样讲到，其实可以总结一下，因为大家提了很多问题，我们之后都会就是各种细细的讲到。
那至于就我们是大家要不要去兼容别人的思维方式，那就是呃，那么就只能麻烦大家先兼容一下我的思维方式以及讲课的顺序了。呃，还有就是提一个概念，可以解答刚刚大家提的大部分问题，就是叫做double empathy problem，有人听说过吗？Banks 老师具体讲讲。嗯，哦，他这个也是一个叫做 Damian 的学者提出来的，他的意思就是说，他是其实主要是 autistic people 在，嗯，就会在传统的观念里面，在 neurotypical 的人看来是 lack of empathy，你觉得这个他不太共情，因为他也听不懂人，听不懂你说话，呃，然后好像也没有什么表情，所以然后沟通呢也不是很顺畅，所以就会被认为是一个不太懂得共情的人情况。可是，呃，一个 autistic 和另一个 autistic 之间沟通其实可以很顺畅。这个是大家实验做出来的，就比如说你分成了3组人，autism 的人自己一组，然后或者是 neurotypical 的人自己一组，还有就是 autism 和 neurotypical 的人混起来一组，然后大家做一个游戏，就是击鼓传声，就是让他们传一段话，然后传到最后看哪一组的准确率更高。然后最后发现呢，就是混合的那一组是最低的。可是但是所以就是如果大家的思维方式差不多的话，分到一组其实准确率都是差不多的。那么这就说明了，只是说 neurodivergent 的人和 neurotypical 的人无法互相理解，而他们在组内是可以互相理解。不同 autism，因为 autism 本身也是个 spectrum，所以他做的是比较这个基础研究的，这样的一个人。然后呢，那他这个就是给大家，对，改一下。然后他刚才，嗯，就刚才大家也提到了一些，问题吧。然后，像最早的 neurodiversity 会被人认为是一个disorder 或者是 deficit，但是呢，我们刚刚也验证了，就是我们在这个不同的呃 neurodivergent 人之间，互相之间其实是可以有比较好的交流的。那也就是说，那么在这期间，环境起到了很大的因素。如果一直让你适应环境的话，那你的思维方式这不是你天然的思维方式，所以就在普世被认为是 disorder deficit，那经过时间的验证，有可能很多情况下有可能是 autism 的 neurodiversity 本身就是一个，我们要承认它神经本身是有一个多元性的。然后呃 autism 的 neurodiversity 包括哪些呢？就现有的诊断，就是大家如果可以在评论区里面你们觉得哪些是包括在 neurodiversity 里面的？除了 autism 以外，刚刚有提到 ADHD 是的，那么大家觉得还有哪些呢？其实肯定是不止 ADHD 和 autism 的，它还有很多有关，就是大家有听说过读写障碍，对 dyslexia，对的，NPD 不是，它是个 personality，双向也不是，它是跟这个神经就是认知方面的多元性相关的，那么也就是你的感知觉啊，或者你的读写能力啊。对震动的感觉啊，像那个 Tourette 它也是，然后有一些线性的，就是说那个 learning disability 它也是。那然后 neurodivergent people can be successful，我们刚刚已经给大家看了，就是有那么多的 successful 的人，但他们为什么会 successful，我们这个另谈。然后 they just need to try harder or act normal。这个呢，
Christelle 说发展迟缓，发展迟缓这个要分很多种情况来看，是因为 learning 还是说它这个全面的发展迟缓？因为有些遗传病，像什么二十三体，它可能就是一些大脑有个肿块，那这个肯定是要一个另外的疾病嘛。如果是后天产生的肿块，那它压迫到神经，但是后天改变了它的一些功能，那这个可能要另。Neurodiversity is the trend on。然后已经有提到说，好像现在越来越多人觉得他就是 identify 自己为 neurodivergent，但是如果我们把它说成一个 trend 呢，我们确实是发现了它有这样的 trend，但是呢，那为什么？是的，学术社群定义、ND 社群定义，我们后面也会讨论到，就是这个，为什么它会成为一个 trend？我觉得在 neurodiversity 这个概念被提出来之前，大家可能就不会特别去注意到，但是当它提出来之后，大家就会开始注意这个问题。那学术界的认识，因为学术界不是每个人他都是 autistic，而且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都是 neurotypical dominant，所以就是在学术界的发现也是归因于生活当中的发现，或者是有越来越多的 neurodivergent 的 scholar 开始研究这方面的问题，所以觉得大家也可以思考一下，为什么这个会成为一个 trend，为什么会有越来越多的人来就 identify 把自己暴露出来。还有就是 all neurodivergent people are alike，那当然不是 alike，因为一个 ADHD 和 dyslexia 的人肯定是不太一样的，但是他们会有很大的共性，也就是这个不是我们今天主要讨论的内容，但是大家知道，就是 learning disability 有很多种，就是你一个 dyslexia，但你可能数学能力非常的强，你可以记住所有的就是什么7、8位数的乘法运算，但是你可能写一篇文章要写下，然后neurodiversity is only relevant in childhood， 我们有这么多的成年人，neurodiversity lack empathy 刚刚解释过，这是个 double empathy problem。就是我们提到了说，那个 neurodiversity 它是一个脑功能的多样性，就是每个人都有很强的多样性。高高也提到了说，那 neurodiversity 跟我们的 gender diversity 有什么相关性呢？我觉得 gender 这个如果我们从它的定义去抠呢，neurodiversity 它是一个脑功能的，那脑功能包括很多方面。刚刚讲到说，就是从低级到高级，什么感知觉啊，然后到高级就是你的内心的感受，你的认知功能，记忆力、注意力，然后记忆力里面还有分这个短期、长期，然后如果把 gender 细拆分的话，那 gender 它本身是一个，首先你感受自己是谁，你感受你感受自己是什么性别？那你感受自己的性别的时候，你其实考虑到了很多不同的方面，就比如你的生理方面，你觉得是不是觉得自己就是符合你的生理性格，包括你的性器官、你的性格、你的各种对外的呈现。然后，那你可能gender gender 还涉及到了你处在的这个社会文化对你自己认同的影响。如果你处在一个我们理想化状态，如果你处在一个不在乎每个性别做什么事情的那样的环境底下，那么你对自己性别的感知是不是会不一样？所以就是 overall 的 sex 和 sexuation 相关的，其实都不在 neurodivergent。但是呢，Shita，我先 mute 你一下。但是呢，它我觉得还是有一定的相关性的，因为你任何涉及到对自己的感知方面的，你其实都是一个神经的功能。
那所以比如说像 asexual 这样的，是不是就跟 neurodivergent 挺相似？但其实我觉得，如果你，我觉得是有的，但是如果你现在看数据的话，那里面的原因可能是多种多样。但是如果你纯看数据，我们就从这个最末端，目前比如拥有 gender dysphoria，和就目前拥有这个 autism，就提 autism 这个诊断，那么觉得就 gender dysphoria 的人群当中有多少人可能会是得到？对，因为 asexuality 它不是一个诊断，可能没有办法完全，因为每个人的定义不一样。但是 gender dysphoria 它本身就是一个很确定的 DSM 里面的诊断了。嗯，那我们定义完了，我们先看一下这一篇文章里面讲的几种不同的 model 来看待。刚才好像大家也提到了，就是怎么样看待 neurodivergent 这个 identity。然后这篇文章里面通过3种模型都去思考一下怎么 approach 这个 subject。Binks 老师要不要？只有2/3的人都会被诊断为 就是 autism，也就是说，它这个 gender variation 和 neural variation，它它是有很强的相关性的。那我们来看一下它这个现在的，就是在这文章里面有3种不同的 model。那首先我自己本身是医学的，嗯，那我，比如说我在最早学医，比如说我只是个本科生，那我最早开始学的时候，我可能也没有看那么多文献，呃，也没有认识很多就是学者，然后做这么多的思考。那我可能第一次学习到的，我就是觉得，我知道这些诊断，我知道有 autistic，就现在叫 ASD，我们也可以叫它 autism，就是 whatever，就觉得。然后就是知道有这么样一群人，然后他们呢就收到一些诊断，是因为他们因为这些他们所呈现的行为症状，在他们生活当中受到了很大的困扰了，然后他们来找医生。那么来找医生呢，一般都会需要给一个诊断，因为这个诊断是来指导说最后，那它有很多社会的功能，就比如是说有了这个诊断之后，你就是来确定治疗。然后那这个诊断本身也是医学界就是互相沟通的一个很重要的，你就不可能去像我们精神科一次病史写个1000字的，那不可能全篇的去看，那么我就看到这个诊断呢，那别的科的医生就大概知道你这怎么回事了，所以是一个很高效的沟通方法。嗯，然后呢，那这个诊断呢本身它其实还有一个 billing，就是至少在美国这边，它是就像那个审查机构啊，就看你，那你这个是不是符合你的医疗规范啊？那你就要放这个诊断，对啊。然后那你这个是不是能报销啊？就是有的诊断能报，有的诊断不能报。然后那就后续的医疗行为是要跟诊断相关的，那这些就是能报的。所以就是有一些这样方面的考虑。那么我学习到的就是那这些都算是个都算 disorders。那我就下完这个诊断之后，那我们就那比如说我要是纯做临床不做研究，那我可能就下完这个诊断，然后我就看到你在生活当中有这么多的然后倾听了之后，但是呢，如果我往深了看呢，你说是做一些转化医学或者基础的研究，会发现那它这个那它到底是先天的还是后天的，还是说就是先天后天跟这个先天和后天的相互作用，或者和环境的相互影响，然后嗯。然后呢，但是 overall 就医学还是把它当做一个类似 disability 一样，然后你有了这个诊断，然后相应配套相对的服务，然后让人可以过上正常的生活。那么我们现在看最右边是一个 strong social model，嗯，那它这个就不看，就是不是归因为你这个人了，就说那你被标上了一个 disability 的这个标签之后，那这个但是但是每个人所处的环境是不一样的。那有的人为什么就是上课捣乱，然后老师非常包容，因为谁成绩特别的好。然后
然后从来就没有被诊断过，这个也不算 disability。那为什么有的人就被变成了 disability，然后被学校赶出来说啊，你这个孩子不行，你要去看，然后你要去怎么样，所以呢，他们就会认为，那这些其实是一定程度上呢，就是这些被标记为 disabled 的人，其实是在他们本身的环境当中已经设了很多障碍了，让他们没法发挥他们最大的功能。然后呢，那这些人有可能就是确实是有一定缺陷，像比如说我这个就是读写障碍，我的读写就是不行啊，但虽然我数学成绩非常好，天天满分，嗯。然后，但是就是你，那我们现在都有 AI 了，对吧？你也不需要这个读写能力有多强，它帮你整理好了，那么估计也就是肯定能拿个80分的这种文字。所以，那如果有了这样相应配套的，那他的数学能力就可以就发挥的非常的好，就是他有可能会成为一个非常有创造力的数学家，嗯。然后呢，所以他在社会就 strong social model 里面，他是认为那这些 disability 其实都是可以去改造环境，来提供对为这些 neurodivergent 的人提供很多支持。所以就像我们就发现，那有些东西其实是不需要去归因为你这个人的问题，就是我们在改造环境当中就可以其实顺道就解决了这些问题的。所以他呼吁的是一个更少的耻辱感，然后就是更少的那个偏见。我知道这个就是一个社会学方面的，嗯，然后那 neurodiversity approach 呢，就是他就是在介于这两个中间，他是觉得那人确实是每个人有长处有短处，然后呢，他确实也是跟社会相结合，但有的人那这些很多东西确实也是天生，那有些人生下来就是智力有缺陷，那他也是很全面的智力缺陷，那怎么办呢？嗯，就是那有的人什么 accommodation 都不要，但是有的人就是需要所有的 accommodation，那这样子就是听起来好像对这些完全不需要 accommodation 的人也不公平，就是他们把这个资源都倾斜到了需要那么多 accommodation 的人身上，所以他就是一个比较折中的理念，他就是觉得那这些确实有存在一定的 disability，那么但是这些 disability 确实也是可以经过改造环境，来改变，但是有时候也需要改造个人，就是有，因为毕竟我们这个社会的，我们可以说是主流，但是它主流它有一定存在的价值，就比如我们就是用语言来沟通。我们还没有到用脑电波或者用什么其他的方式来沟通的那种社会高度，但是所以在一定程度上，个人还是需要有自己的努力。然后，但是呢，我们的治疗的目的就不是说我们就是要把这个人给治好，而是我们要把这个整一个不管是他个人还是环境，他们之间的互动调节到一个很和谐的状态。然后呢，所以他的着重点就在于他本身非常的value 每个人他作为人存在的多样性，但是呢，他同时也承认了人是有优点有缺陷的，然后就不论它是什么样的方式呈现，我们就承认它的存在，然后把这个情况搞得更好一些。用刚才学术写作的例子，是不是就可以说是，就如果你比如说一直只是以画画的方式来写作，那可能它也不是一个 academia 的 standard，然后大家可能看不懂你在说什么，就是它就不符合现在 social norm。但是如果他一味的强调一个非常高度范式化的，那对于很多人来说，他就没有办法 realize 它的 full potential。
但他其实是有很多 great ideas，他可能只是在这些方面需要一些 assistance，所以就是 neurodivergent 的 approach 就是和谐的找到两者之间的 compromise，是这样吗？对，就找到了他们之间的中间位置。因为我觉得那个像很多情况下，刚刚大家举的例子就是沟通不畅，但是这个沟通我们不能归因于是这个学术界就是 impose 这样的一个很严格的范式，或者是归因于我的这个思维就是没有办法跟它融合，而是就是可能在创造性方面是非常强的，就是你的这种非线性的思维方式会给你很强的创造力，但是当你这么呈现自己的时候呢，那大批人看不懂，那这个也成为一个问题。但是同时，如果你从你的角度来看，就是你的这种创造力也没有办法。所以就是我们的治疗不是为了说哦，我就让你就是你就一定要用这种方式写作，但是这种对你也是不公平。但是呢，如果你只让你用这种方式写作，然后但是呢大批人看不懂，那对他们来说也是有点困扰。所以就是如果我们有一种 accommodation，可以让这期间的这个每个人就发挥自己最大的长处，然后但是让就是互相不太理解的这批人能够互相理解，这个就是 accommodation 存在的意义。你可以看一下这一页的关于作为医生在这个领域的一些推荐，可能文字有点多，Binks 老师可以直接作为嗯精神科医生给大家。嗯，好，这个嗯。这个的话就是，这个我作为研究者呢，我们想说就是，这个其实是他作为一个研究者的，就还不是纯医生，嗯 ambiguous 就是具体到底是哪一种 bodily sensation，然后这本书它就比如说里面就归类是 nonverbal 啊，就有没有 eye contact，它具体到每一个动作、每一个细节、每一个小小的 challenge，就是它都有涉及到，所以我觉得还挺 validating，就感觉嗯，任何有一点点感觉或者 challenge 都可以被它 validate。大嗯，家读下来是什么感觉？大家没读也没关系，我们就拆解来看，因为重点还是讲这本书，因为讲完之后大家肯定会有一些更。Donna Henderson 和 CD 嘛，所以他这本书其实是我觉得他比较 affirming 的地方有几点啊，一点就是他自己本身是 ADHD，虽然他不是 autism，所以他有一些 neurodivergence 的生活经验作为 ADHD，然后那他呢，但是他这本书是根据100多位 autism 的人群他们真实的生活体验，然后总结出来的这些书，然后那么他就是这些人里面，其实不仅仅包括他的患者。其实他还有一些本身就是 autistic 的那些 provider 或者 scholar，所以，他其实就是囊括的会比较广，但是我觉得这本书只是一个起点，他后面肯定还会再出别的，所以我非常期待。那我们可以具体来讲一下，我们这次具体的讲了2个，之所以选择这两就比较潜在的，就可能平时大家就会觉得比较抽象，我们把它拆解来看。然后另外一个章节是 relationship，我是跟大家生活比较息息相关的，所以嗯，我们来看那个 nonverbal communication，它把它拆解成了就这么多，嗯，那像它剩下相对应的就是 verbal 嘛，就比如在你说话的时候，那你同时就伴有很多 nonverbal communication，比如说我现在说话，我手在这动啊，就说明哎呀我很激动，对，然后然后然后我笑了呢，就可能就觉得哦，我讲到这方面我很兴奋，我很开心，可是呢，就是那还有呢，那可能每个人会呈现不一样的状态。就比如我的 body transition，我说我很高兴，哎呀，我这个靠镜头更近一点，但是我有可能就是完全不动，我就是这么说话。我们现在讲这个章节 nonverbal communication，你们能看得出来我很激动吗？那也是看不出来，对吧？但我内心还是很激动的。所以，
所以就是它有很多就是不同的非言语性的线索，在这个 neurodivergent people 人群当中会呈现不一样的状态。这其中就有 body position，然后 personal space，就你是用个人讲话的时候，你离得多近。比如，我室友，就是这么远，然后就，然后就是 eye contact，我是看你还是不看你，还是就是看你看的特别的热切，灼热的眼神，还是然后我这个说话的这个声量啊，我的就节奏感啊，还有我说话是快还是慢啊，然后我的表情，我的就是其他各方面的动作、姿势、行为，还有我的这个语气什么的，这些都是 nonverbal communication 的。对，这些感觉其实都是 go without saying 的，在我们的教育里面，就没有人会告诉你，就是至少在学校说你声音得多大才是一个正常的 range。那所以就是在 neurodivergent 的identified groups 里面，很多人他这些其实都是靠后天的学习。那如果就是没有一个 built-in 的 education system，对于大家来说可能就没有那么容易学到这些知识。而且就是 if any of these go wrong，就比如说你就 everything is done correctly，只是说话声音偏大，这个也会让大家本身就感觉到一些就是不太想要继续的可能性，或者就是贴得更近，或者离得非常远，就是 anything of this can go wrong。neurodivergent 的人可能就他对于他们来说就是 multitasking，对于咱们来说就是 multitasking，叫 multitask，这同时10点注意事项。他可能 neurotypical 的人，他就这些都是非常非常已经自然而然浑然天成的事情，对吧？就是其实是有很多 challenge 在里面的。嗯，对，玉珏老师真的讲到了非常重要的点啊。后面我们会讲到，这叫做 camouflage，就是 masking 的一个过程。就是即使大家都这么高知人群了的，可是，但像玉珏老师这么高知的人群，那但是你要额外学习很多，然后去适应他们的neurotypical 的环境。然后 V 提到了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这个是非常 culture 的。即使 neurotypical 的人去了另一个国家，那 social norm 也不一样了。那他本来也是要再学习，但是对于 neurodivergent 的人呢，那就是双倍的学习。就他本身就是 neurotypical，然后他又换了一个环境，他又要重新适应当地的环境，还重新适应 neurotypical 的环境。而且 NT 的去了这个国家，他是不是适应了之后，他就不太需要思考？他可能前一段时间需要思考，他 eventually 他就会学习，但是 ND 的人可能他就一直都得在就是 adjust 什么，就是会有。对，所以就是 ND 的人，如果在 ND 社群里面，effort 就会少很多。也就是为什么有的人会感觉到在不同的社群里面，他会感到轻松愉快，而在别的社群里面就会感受到压力比较大。我觉得这个大家有是有一些很微妙的，就是很多潜在的因素在起作用。大家有没有要分享的，就是关于 nonverbal communication 玉珏老师要不要开麦分享一下？我觉得我这个好像没有什么正面的例子，就是因为我不太清楚，就是那种他们那种非 ND 的人，他们到底是怎么进行社交的？因为我曾经一度以为大家都有一个，就是你在输出一个社交反馈之前，需要有一个预演的过程，然后我后来发现好像大家不需要预演。就是我无论是我用这个自己的这个 first language，还是用这个英语，或者说用其他的这种方式去跟别人交流，我一定需要一个就是别人给我输入一个什么什么什么无论是他给我一个动作，给我一个眼神，还是给我一句话，我需要现在我自己脑中我要预演一下，我需要做出一个什么样的反馈，然后我才能够去给出这个反馈。就是好像我觉得好像是其他人不需要这种预演的过程。但是我是需要，就是有的时候我是需要，比如说我要
去跟人家对话的话，我要先在跟自己有这个对话的练习，然后我才能去跟人家去说这个话。但是我的这个，就比如说我这种身体的这种姿势的话，我很难想象出来我应该采取一种什么样的社交方式，因为我经常的发现一件事情，就是我跟人家交流的时候，我这个手我是不自觉的，我会就是僵直在这个面前，然后呢开始有的时候会舞动。就是这种情况，我不知道是怎么讲，是一种是社交的问题呀，还是什么的问题？反正我这个手它永远是就是保持这样一个状态，而且我会非常回避跟人家有这种眼神上的交流。如果有眼神交流的话，我就觉得我之前那些预演我没有办法进行了，因为这个对于我来说是不在我预演范围内的一个设置。然后你突然间给我加进来的话，我会觉得说我没有办法去给他一个我能够想象到的一个合理的哇，感觉玉珏老师就是 confirm 了这篇文章他 describe 的这些 challenges。V 要不要分享一下？V 是想要分享，是人的 V 还嗯是什么 V？ ，V 在吗？要不要开麦分享一下？在的，我可以分享一下，就是能听到吗？可以。就是我觉得我应该算是就是在非常 borderline 的 neurodiverse 吧，就我也不知道，我没有确诊过，但是我觉得我在 NT 里面肯定是算是就是社交天赋开局非常差的那种，然后很多东西都是要我自己学的，可能也是就是教育，就是家里教育的问题，所以我觉得不好 categorize 我到底是哪一个类型。但是我自己的成长经历的话，就是上了初中以后，发现自己情商特别低，跟别人完全不一样，然后就开始猛学别人，然后学我情商比较高的朋友，学书里面的东西，就感觉其实也不是 natural 的，所以就也说不好。然后后面到了别的国家，就是也是去学新的东西。那我可以说一个 interaction 吧，就是我当时在美国上夏校。就是我从中国到美国上夏校，然后我夏校的一个朋友就说我跟他说话的距离靠太近了，他不舒服。然后我这时候就感觉到，这个社交距离是不一样的。因为我在国内初中的时候，那如果我离得太远，他们就会觉得我跟他们太疏远，而且他们当时女生还会分享一个吸管一起喝饮料，这个我其实觉得很不舒服。我也尝试去融入，但是我觉得还是有点恶心。但到了美国，就感觉他们的社交距离就拉开了很多，然后我也要提醒自己不要跟他们凑得太近。然后我到现在呢，我就是别人跟我凑得很近，我也会不舒服。其实我觉得我可能更适应那种凑得比较远的这种社交环境，但是我觉得就是在两种情况下都是学的。但是我学了以后，我不需要再去预演，就是我心里大概有一个我要怎么做的一个规范，然后我到一个社交场合，我就用上我已经学会的那些规则。我就可以去稍微比较熟练一点的。就我这边有一个情商很高的本地朋友，他就教我很多这种 social cues 啊，怎么去就是做一些合理的反应。然后他就说他觉得我进步很多，然后他觉得我现在的就是看起来就已经非常 socially appropriate 了。所以我就觉得这个东西，我也说不好我是 NT 还是 ND 吧，但很多东西就是这样学习的。太有意思了。很有意思，对。对，给你的评价是已经比较 socially appropriate，而不是 socially excellent。这感觉真的是一个 spectrum 呢，大家的 experience 真的都非常的 unique。Crystal 要不要？还有 Max，Crystal 要先分享，然后 Max。哦，我是 Crystal，就是那个子语。我是 ADHD，然后我之前没有，就是思考过社交方面的问题。然后也就是前段时间，朋友说：“哎呀，你突然说话声音好大，吓到我。”然后，大概是这样。然后我突然想到，以前可能也会有这样的情况，但只不过别人没跟我讲，或者说别人情商高没跟我讲。然后，最近自我觉察多了，发现可能是有。但是我从来没有思考过社交方面的问题，我一直以为我是个 social butterfly，但再想想好像应该也不是吧，可能就是话多，然后话不过脑。分享完了。
真的，哎，这样说到这种情商，是不是它就是一个 neurotypical 的这样一个 capital 和 privilege 啊感非常，觉就是而且智商也是，就是很多 IQ test 都是以就很多 critic about 他们的 IQ 测试和情商测试都很 NT 中心，我觉得。真的感觉不能完全的 celebrate 这一些 measurements，感觉还是非常不 neurodivergent friendly 的。如果就只是把它 reduce 到一个 single 的 dimension 来看嗯 Hello，我是 Max。就，Max，是，嗯，我感觉我的问题也不知道是不是问题吧，就是我跟一些朋友聊天的时候，我会注意到他们可能会在一个社交中会获得，不好意思，刚刚有一点事情，就是我感觉可能别人会获得一些很多的背景信息，就是他们会从一句话之中 get 到很多深挖的信息，但是我感觉我就从来没有想过那些东西。然后我不知道这个是因为我没有特别注意吗？还是说这是一个 ND 的问题，还是一个个人性格的问题？我到现在都不太清楚。因为我感觉就是这个这个东西，就是你非要我注意的话，我也能注意，我就不想注意，或者说可能注意特别辛苦，我就不太想去特别努力的去挖掘这些信息，所以我到现在也不知道这是一个 ND 问题还是一个个人特质。我觉得这太 valid 了，我们就已经在 focus 在那么多，甚至连手摆在哪儿，然后眼睛怎么看都要去思考，你就没有很多 bandwidth 再去提炼更多的信息了，对吧？感觉人的 computation power 也比较有限。Binks 老师多说点。我觉得你们的我自己本人就是 neurodivergent 的经历可能没有大家这么丰富啊，但我觉得我有一定的成分，就比如我小时候，就是蔬菜的名字全都说的是错的，呃，就是不是因为我记不住蔬菜的名字，而是我学蔬菜名字的时候就是从我妈那儿学的，然后我妈这个蔬菜名字都是她自己编的。所以我跟别人在探讨蔬菜名字的时候，我从来别人都不知道我在说的是什么蔬菜。然后，所以我就觉得每个人的这个都很不一样。但是我觉得 neurodivergence，我觉得更多的more specific，autism 吧，他的这个他会把事情拆解成，就是他不会，就像人的情感，他不会就是不会把这个呃，对这个编了什么名字，这个很多很多种不同的，比如说你知道长豆是什么吗？这是我妈自己编的，只要是长得很长的那种豆豆，我妈都把它们叫做长豆，但并不是扁豆，其实还有一种更长的，应该是刚豆吧，我妈就把它编成了长豆。这个回到这个话题上，就是会，比如说一个 neurotypical 的人，他有可能就会把这人的情感呢，就比如说我感受到了你的情感，然后我是用这种，然后他觉得很自然的方式跟你互动，他说啊什么位置啊，什么这个 personal space 要多少 eye contact，要不要会不会太长，确实是不需要思考的。但对于这个 neurodivergence 呢，尤其 autism 的人呢，就可能需要把它拆解成非常非常具体的步骤，才能够理解说这些事情为什么发生。那么在这里面就是有非常的非常，嗯，所以我们可以去看一下哦，我给大家准备了一个视频，好，这个网站本身也非常好，我来解读一下这个视频，这个是里面这个第六页。我们先看一下 typical 的人，typical 这个小朋友，很激动，就点了这个，然后他也有在，不知道他有没有在回应，然后也没有在回答。conversations in my head about how to stand 是全的爱上他知道聪明的，他发现了，那他只能说自己努力一下了，然后就是他也不是说就是很自然，这个自闭症叫 Asperger， 但是文章了，反正肯定是，然后呢，那一个范围啊，
能力又强呢，他那说明就会就是遇到很兴奋的事情就会讲。但专业人士了，但是非专业人士自己就 HB 组。还是说是我过度解读了？还是说我之前有过这种情况，然后我当时因为这个事情给我留下了一些印象，所以我现在以当时的经验来解释现在，但我不确定现在到底是不是当时那种情况，就类似于这种。对，看得出来面临着就是一些社交上的 misalignment，miss out。对，他有可能是偏向左边，也可能会偏向右边，所以我们要往回看的话，就会看就是小时候，也有可能是说记住了很多不一样的情绪，就比如说我小时候认不清楚蔬菜，那也有可能在小时候学习这些情绪表情的时候，也有可能，这也只是我的推测啊，就是如果你周围比较亲近的人给你的一些错误信息的话，这也是有可能导致你后期对情绪认识不是那个特别。大家在这个 space 里面的人都是可以一起玩的啊，我觉得我们可以我在想，就是我们这个讲座是不是就 NT 的人是 minority， 在听讲座的人当中。哎，刚才 Max 讲到共情能力，我好想听，如果有人觉得自己比较 NT 的关于共情的话，它是一个怎么样的比较 organic 的体验？好好奇啊，共我情的感受。谁说？子语。子宇，您说。哦，就是有一次我朋友要搬家，然后搬家有点急，然后他可能觉得很焦虑、很烦躁吧。然后我们一群人在想帮他搬家，比如说NT 来执行，什么 ASD 来有一个很 T 的人来搬重物，然后我来发挥创意，他自己指挥就好了。然后我觉得很幸福，我就说嘿，你好幸福。然后他跟我说到底在幸福什么啊？然后他好像不是很幸福。I see，确实，就有的时候很难猜测，是不是 NT 的人比较容易，了解到大家就是的 inner thoughts。I don't know，还是这是一个比较也是有自然的 可能的，就 process。是观察能力比较，因为 NT，不对，觉得 ND 的人有可能的，因为ND 的人可能他注意到的就不是那种普通 NT 的人注意到的主流方面的信息，我会对这种更加细节具象化的信息会有比较强烈的偏好。就觉得一切能够具象化的东西就会吸引更多的注意力。我想问一下，这里在说的是指共情，比如说NT 人就是一般共情更多，但是比较 organic，然后ASD 的话不行，但是 ADHD 是不是也是比较就是共情方面好像是没有什么那个太大的区别，除了他们可能脾气不好的时候不想共情。我觉得共情，就我们讲到 double empathy 的时候，我觉得共情它要放在一个具体的环境里面去讨论，对，就是因为共情这个是对方是否感受到你理解了他的心情和情况的，对，所以就是如果你比如说同样的一个人，你遇到的是 NT，就你同样的一个 ND，你遇到的 NT 或者是 ND。就他的共情在别人 interpret 看来也是不一样的，所以是否能够互相理解？Got it，所以并不是说，比如我觉得我自己可以共情，是电影里面看到一个东西，我觉得我好像可以设想一下，在那个情景也感到很 sad，并不是只是这样就共情完了，也要跟对方有一个互动，是说这个意思吗？我觉得在现实生活中是这样的，但对你在电影里面看到那种，其实也算是一种共情。明白了，因为我觉得可能我会能理解他们，但是就是并不代表我真的就是接下来会说出什么话安慰他们，就感觉好像可能是两回事吧，就。对，但这个共情其实还是有很多因素的吧，也不是说你是 NTND 就
共情能力就是一个绝对的值，但是嗯就是这可能跟你自己本身身份，就比如如果就一个码农，他这个写码写不出来，然后我一个学医的，我这个码什么的也不太懂，那我去安慰他，肯定就没有一个就是他的这个资深的码农能够真的他本身就觉得他这个你本身就是码农，就是可以理解他的这种共情能力来的好。有道理。我来晚了，我不知道有没有讲，但是我比较就是好奇，就是因为听说其实 AAC 不是没有共情能力，而是就是那种认知共情，可能不是那么大家NT 想的那种。对，哎，对，那个前面的那个文献这2篇，啊重新再分享一下给你。小迷迷子也分享了一些内容，要不要开麦讨论一下？好呀，好呀，然后所以我就又看了一些东西，然后而且跟朋友最近也讨论了很多，然后我就发现，就是我那个我的有的朋友，他们好像就是理解别人的情绪，或者是知道别人说一个什么意思，就比如说咱们一起去，之后有时间一起去什么玩儿什么什么吧，然后我就会想着玩的那个内容，而不是理解他的那个意思是想跟我一起去玩儿。然后我就说我其实我不喜欢玩那个东西之类的，反正然后他就会比较沮丧，然后大概就聊了一些这些，然后就感觉好像，我很难去了解别人说一个事情，可能是想表达一种情绪的这个情，哎操，哦，说到这个情绪，我还想分享一件事情，就是有一次我跟一个 ASD 朋友聊天，然后他就跟我说，他很喜欢比如说有眼袋这个特征，然后我就接which means 我就不理解有眼袋这个意味着什么，然后他就说有眼袋意味着啊眼下有一个泪沟，意味着那个有一个阴影，他就跟我在解释这个字面的意思。然后我一直在问，那所以这代表着什么呢？Which means so，然后呢？其实我就想听到一个他关于这件事情代表的情绪，比如说，他很喜欢，比如说喜欢是情绪的词，他觉得很 inspired，比如说可以激发他的创作灵感，比如说他觉得很讨厌，比如说很厌恶，比如说很兴奋、好奇，我就一直在等待着这样一个表示情绪的词，然后我一直没等到，所以我不停的问，那这是什么意思呢？然后他就跟我说，就是字面意思，他就是很喜欢。我才知道原来他表示的是喜欢，然后好像就是更别的事情想问 ASD 朋友，嗯那然后呢？其实我就想等一个关于情绪的词，然后往往我都等不到，但是我现在也更能理解了，就是和 ASD 们相处。哇，Crystal 太 insightful 了，嗯，是等不到的。如果不问他具体的，可能一辈子都等不到。是，好神奇！自从发现这个事情，就觉得好神奇。哎，那对，如果这比如说，你下次想问更就是具体一点，就他的感受的话，你就直接问说，那眼袋给你的感受是什么？或者，哦，对，后来我们约定好了，后来我们约定好是这么说，如果我还想得到的话，我就会说，那这是我们值得庆祝的事情，还是值得悲伤的事情？就是那这个事情对你来说是好是坏，就会有一个明确的表达了。对，就是他，我觉得 ASD 听起来就非常 typical 的 ASD，就是需要非常具体的信息，否则就不太 get 得到。用刚才小迷迷子的例子，小迷迷子迷子如果也要问你，是，就是你是不是喜欢跟我们出去玩，这样你是不是就会回答，到大家的点上？就是这个问题其实也很难，因为我没有喜不喜欢，可能就是我，然后你就得说，因为你希望就是就是这种社交环境，就是不要去让别人沮丧，你就要给一个什么 positive 的信号，你就说我很喜欢，但实际上我可能无感，所以这个问题其实也有点难受。但是确实直接一点的会好一些，就直接的一些陈述句会好一些，不要直接的问句。那怎么样才可以，比如说在这样的环境里，让你对于朋友有一些比较 affirming 的答案，就是来让你表达出来，你跟朋友其实是很开心跟他们一起 hang out 这样的快乐的。你觉得用什么方式可以比较好的表？哎，我这个问题我还在思考，好像很难。
我不但是我确实不是很喜欢别人问我你喜不喜欢这个什么这个东西，除非我特别喜欢这东西，我能回答出来。但是就是因为大部分都没有什么感觉，然后就很难回答。然后但是就是你说的这个，我反正就是最近也想一想，在我觉得雨欣特别会问，就解决了 double empathy 的问题。高能 autism 来问另一个，就能够问出来很多内容了。刚好讲到relation，我们就刚好讲一下 relationship，就是第4章这本书的第4章。Anonymous X，我猜是瓜。这个马甲没有，就是那个他是的。说，不好意思，脱马甲。就是 ASD 谈恋爱好舒服，因为很诚实，很直接。我觉得这个确实就是一个长处，因为之后我们也会讲到，说就是有很多很多长处的，就你不需要去猜了，因为他一定会很直接的。主要是他实诚，就是你让他做什么他就做什么了，因为他好不容易理解了你要干嘛，那他就没有什么可办，他就说啊，原来你是要这个，那你说啊，我会做的呀。然后你以前会觉得说，哦，这是不是人家故意就是不想做就假装，或者说什么，你懂吗？就是跟 NT 人谈恋爱经常的，或什么人家不开心了在想的，然后结果发现只要让这个人弄清楚你想干嘛，他就很开心。而且就是像很多 ASD 像雨欣这样非常有正义感啊，非常在意社会公平啊，而且就是非常的执着于那个致力于贡献社会公平啊，所以这些也都是非常非常就 ASD 可以就我们叫 autism 非常非常强的特点。我最近跟就是 ASD 以及 ADHD 或者双个都有的人玩的稍微多一点之后，我发现平常自己生活中困扰就是作为 ADHD 可能太过于关注什么社会现象，或者说，然后或者说你跟人讲话就是你像期待着某种 intellectual exchange，但是就是 often 跟 NT 人就是你可能会觉得哪里怪怪，但是在这个 group 里面却觉得大家都喜欢聊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然后非常的舒服。我在想这个女童为什么这么喜欢学术？我也是，我有和瓜一样的感受，就和 ADHD 聊天，就觉得脑区都被激活了，激活了很多相似的脑区，对我来说绝对是 dopamine hit。然后跟 SD 聊天也是，就是发现很多我没有发现的 pattern，然后也是很开心。B 表示跟那个 NT 的人聊天比较 intellectual，就是确实还是找到就是说适合自己频率的，让自己感到 intellectual stimulating 的人。好，那我们接下来时间关系，我们进行下一个。啊，这个 relationship 呢，它其实就讲的就是我在这个就怎么样维持友谊和就在就是这样的一个能力。然后其实刚刚大家已经也讨论到很多了，在我们就是正常情况下，我交这个朋友维持友谊，然后我就感觉大家比较在同一个频道，就可以比较玩的比较好。但是呢，那有在不同年龄阶段啊，其实就社会发展，每个人社会发展不太一样，就发现啊，有些人就是特别能交朋友，有些人就是交朋友很有。那像我们就是很想要，就说聊一些就非常 intellectual stimulating 的话题。那么在什么儿童青少年时期，谁爱聊这些东西？然后你就可能很难交到朋友，在那个时候。然后呢，有的人呢，就是很早的时候就已经开始对人有 romantic feeling，然后呢，这个就对，然后就没有，然后就觉得啊，人家是想要 romantic feeling，然后你并不想要，那你就 mismatch 了，又交不上朋友了。所以，然后呢，那刚才聊到说 autistic people 有那么多 nonverbal communication，那这些 social cue pick up 不起来，然后人家可能已经给了你好多好多信号，不收，或者说你觉得你给了信号，人家看不懂，就有很多很多可能有这种 mismatch 的，就是或者 boundary 啊不一样的情况出现。
啊，高中前真的有很多假朋友，就不是真友谊的。这个 Crystal，嗯，然后呢，又因为就是那曾经可能有过这么多不同的经历了吧，然后就会想说，那你有没有动力去交这个朋友呢？autism 的人其实是经常是没有动力去交朋友的，就他就是不想要 initiate，他其实就是。所以就是在很多情况下，早期就会有很多被动的就接受一些友谊，你这么一说的话，然后或者是有的人就是非常喜欢独处，就是不喜欢跟人有那么多接触，因为就是奥斯森的人的感知觉其实跟大家是不太一样，就可能一点点刺激就会觉得so overload，所以其实有时候是更喜欢跟人，比如说网络上的接触啊，或者就是喜欢自己独处。是 ND 的朋友 effortless，对，为什么 LGBT 喜欢跟 LGBT 玩？大家有思考过吗？我知道，因为 LGBT 里面的 ND 人群比普通的要多好多。瓜抢答了。对，这个是一个非常大的原因，就觉得就是刚刚讲到说 neurodiverse 的人里面就2/3的 ND 嘛，所以就你大概率你会碰到就让你 effortless 的友谊，至少是友谊，有可能是对象。我记得然后在文章里面的 social flexibility 好像他也举了例子，就在学校里面，就是感觉 social rules 就是或者任何的规则都是可以被 flexible 的打破的，但是感觉文章里面举的例子就是有一些人就非常 stick to the rule，就任何一点点想要打破这个 rule 的都会被他们无情的拒绝。然后这个在小的时候可能会被 recognize as 一个非常 motivated 的学生，但是随之进入社会之后就面临着更多的问题，就感觉模范学生，对对对，然后分析班的非常长什么的，就到位。是靠你了，stick to the rules。然后，但社会不是这么运转的，需要很多 flexibility。对，然后他还讨论了就是长期的朋友和短期的朋友，他讨论了就是有很多 ND，我看评论区也有说 ND，大家都在讨论 ND 的小的时候可能比较 struggle 在 social 的场合。对，就是小的时候如果不 struggle，像比如说你就是模范学生，然后当班长，然后长大了之后发现这些 rule 不适用了，但你可能还想 stick to，有的人还想 stick to 那些 rules，然后或者说小的时候就非常就不 stick to 那些 rules，自己特别有创造性，自行就是开发 rules，这些人也有可能就是有 ND。然后那长大了之后呢，其实那个反而这些人会觉得轻松了很多，因为不需要 stick to 那些乱七八糟。然后他这个就是 conflict management，他这边举了3个例子，说some are inflexible，就是说他一定要自己的方式，或者要么就 highway 了崩溃，或者是就是别人就会非常这个就是有的人就会像玉珏老师啊，就开始变成非常非常 accommodating 别人，然后就是压抑了很多就自己的需求了，然后然后有的人呢就直接就是回避那些有可能产生冲突的地方，越来越的独处。然后后面也有。后面那一章呢，其实讲的就是为什么那个 relationship 有时候会对 ND 人来说有那么的难。那如果在理想状态下遇到一个特别理解你的 ND，那这些全都解决了，对吧？但是在社会不是这个样，就是有时候呢，就是那个。因为比如说有那么多的 non-verbal cue 的，然后有时候就是莫名其妙的就 drop off 了，也不知道为什么。因为你也没有去很直接的聊过这些问题，我还真的就是有时候很多时候就莫名其妙 drop off，然后 friendship 也就没有了，relationship 也就这么突然之间就没有了，嗯，然后呢，那如果长期就会掩盖自己需求的人啊，那就会特别的。因为他本身也就是非常 accommodating 嘛，那更加的隐藏自己的需求了。
然后或者就有时候呢，因为有时候他就呃过于直接，过于真诚，有时候但并不是每个人都那么值得信任，就可能有些时候容易受到伤害，因为对别人的信任其实就是把自己 vulnerable 的一面展现给别人，然后你相信别人了，但是别人却没有给你同。然后他这边讲到说，preferring neurodivergent connections，是所有人都非常有共鸣，就是真的是需要找到，就说这个 neurodivergent，然后我觉得在这边 Chestnut Tolo 讲说那个 ASC 家庭，我觉得 ASC 它本身其实有一定的遗传性的，那如果他养育出来的小孩呢，有这样 ASC 的一些 trait，也是就是这个是 make sense 的，不管是他遗传还是说他养育的方式，那这方面的研究可能要再去看一下说，比如说他养出来的 NT 小孩啊，是他会不会这个行为就是会变成有一些 borderline 或者怎么样，这个可能需要再探讨一下。然后 reduce rules， 像刚刚那些班长啊，就非常 stick to 一些 rules， 或者有时候会还有 uncertainty about friends maintenance， 然后他呢就说，如果不是非常自然的一种维持友谊的方式，会觉得很焦虑，说不知道要就是会有时候真的不知道说要什么方式维持友谊，嗯，玉老师谢谢分享。然后非常不喜欢 small talk， 因为这个 small talk 你知道就是非常 autism unfriendly，因为都不是具体的东西，也没有产生任何实质的东西，这个对 autism 来说简直为什么要 small talk？ 我们要 intellectual stimulation 吗？但是人家其实是把人家 small talk 的行为给解构完之后，把这些有意义的成分抽取出来，对他来说是有意义的。然后他现在开始 small talk， 这个就是 neurodivergent small talk 行为过程。我感觉我自己是自己习得了 small talk， 应该是这样，但是我一直在 look for just something more intellectual stimulating， 所以说我很痛苦，就是一边做着一边很痛苦，然后可能跟同事都动不动就不该聊政治，一不小心又聊到政治或者别的乱七八糟的事情上面。是的，就大家其实经过了很长一段时间的社会学习，然后才达到今天这样的看似 appropriate 的过程。你们在哈哈哈哈什么？听Crystal 听懵逼了是什么？哦，就是原来 small talk 是这样子的呀，就是表现人类友好，我给你买个巧克力，这样。我要向雨欣学习。其实我 small talk 也很差。这是 NT 的人跟我说的，就是说你如果它是一个 test，就是如果你记住了对方说的细节，就证明你关心他，你们的友谊就会升华；反之，你们的友谊就会 flatten。我当时听的也很懵逼。那其实如果有的人可能会想，那什么算是 small talk 呢？因为如果你的目的就是为了去记住别人就喜欢什么，然后给他买，这也是非常 concrete 的信息哦。所以那他在他定义来看，这种算是 small talk 吗？那种科研，就比如说我就是搞学术，然后那我的学术上面的 small talk 就是说我可以平移到学术上，就是我跟人家 small talk 一下，学术说啊你研究什么，我研究什么，然后你后面去查说表示我对你的关心，我把你文章第一时间记住别人的名字，记住别人的小事，成功学有一种对成功学，是的。然后我们来看一下这 relationship 的视频吧，这就是第一个视频 ，typical 的，大家特别好，就讲了很多 small talk 的这些内容。我们来看这个，对，这个
autism 小朋友的 relationship， 这两个小朋友都看了一眼， Dylan! 讲完之后看了一眼。 Yay! Danny! Let's do bubbles! Come on, Danny! 对，然后他们 Yeah, come on over, Danny! Let's do some bubbles, Danny! And Dylan, here they come! Get those bubbles! Get it! I caught one for you! 然后Oh! 就是这样。然后我们再看另外一个，这个也是第一，对，这个就是 adjusting to social context 的。对，就是这个视频。是这个吗？Interest in interaction with the other， 好像不是这个。在 relationship 那边是这个是这个吗？对，你就简单看一下前面的一点点部分，就是他在这个情况下，这个小朋友是要告别了嘛？他们已经玩完了，所以他们就告别。行，我要睡觉了。然后就拜拜，然后有情绪的然后这个拜拜很难，然后就说然后抱一抱再拜拜，然后他就这个拜，这个就差不多就这样。然后我们看一下 autism， 他就反复告别，然后他现在这个 autism 这个小弟弟是好不理他，问了不理他，继续。Get the bread. Bread. Good. What's this? Is it a cookie? 是的。然后那我们看一下，我们如果是成人，那我们的这个 camouflage， 刚刚大家都提到了，就是说这个 small talk 其实大家是不感兴趣的，但是雨欣把它解构为了一个他可以感兴趣的方面，也就是他与别人产生连接的具体方式，就是记住别人。然后还有就是他其实那个笑话是不懂的，但是他就还是会跟着笑，就是为了符合他的这个社会norm，然后会就是又是玉洁老师的监控了，然后他会模仿就是别人的语气啊、表情啊什么，即使他内心觉得这并不是他自己，但是是为了符合一些社会。然后我们下一个就是这个下一个那个大家就可想而知，说如果有这么多 camouflage 之后会有哪些后果啊？那玉洁老师来分享一下吧，就既然都是你的监控了。玉洁老师分享一下上一页的这些。分享一下这上一页以及这一页，就是你 relationship camouflage， 玉洁老师有什么感受？对，我觉得这是我在戏里那些 social events 的时候，就经常就是用这些策略，然后勉强的敷衍到最后，就是因为他们很多时候就是。因为我可能只对跟那个 LGBT 有关的议题我比较有那种共鸣，然后他们就讲那种什么，他们突然间开始讲什么 decentralized 什么 racism in social inequality analysis 的时候，然后我就觉得一脸茫然，就是可能跟话题也有关系，但是有的时候就是不知道该怎么去。因为他们有的时候也不是完全去讨论这个议题或者是研究，可能会讨论到近况。然后每次他们一说到近况的时候，我就特别的紧张，因为我觉得这种涉及到个人的，我会把它归到那个 small talk 里面，而不是归到这种就是类似于这种 knowledge exchange。就如果他只是交换观点或者交换一些阅读的知识的话，我觉得这种的话。可以应付的过来，因为我觉得这是有点类似于，我会把这种场景就类似于那种面试啊，或者说那种考试答题一样，就是他给你一个就是一个 Q&A 的过程，就他给你一个问题，让你给他回答就行了。但是如果说它变成了一种讨论，跟日常生活有关的东西的时候，我就觉得它是一种 small talk，你就需要应用到一些社交的技巧了。那这个时候我就会感觉到了非常的这个惊慌。因为我就这个时候我就开始觉得说好了，我的预演提前的演练做的够不够？因为我没有做很多关于这方面的预演，我不知道我能说什么。就比如说人家问我近况好不好啊，最近觉得天气怎么样啊？
这种时候我都觉得我会很紧张。然后我就没，就是人家笑我也得跟着笑，然后人家就是说那个什么什么祝你这个今天愉快啊，我也就回复，然后祝人家也是 have a nice day，就这样的。就是我遇到这种时候的时候，就是可能不知道是怎么去应对，可能是因为我提前在这方面做的演练很少，而且它这个需要很多及时性的东西，它不是说 small talk 它一定会按照我的一套流程来，因为这个如果我要提前演练的话，它不是像我那种做这种知识分享的时候，就是那种 knowledge exchange 的时候，我会有很多的预言，就是我可能不知道你会问我什么问题，但是我这个有一个大的提纲在我的脑子里面，你问什么，我可以从这个提纲里面找东西。但是你如果跟我 small talk 的话，我就觉得我 OK，我这个脑子里面没有一个提纲，我不知道你到时候需要我给你一个什么反馈，我就只能说哦别人笑那我也跟着笑别人做的这个手势，那我也跟着做好了，就只能是这样的一个。看到瓜说很久之前就很欣赏玉珏老师的微博，看来 neurodivergent 的 group 真的很惺惺相惜，很对对，真 connect。的非常需要。还有对呀，而且就是我当时就觉得，就是在所有那些女权相关的那些科普里面，我就觉得玉珏老师讲的就是很 make sense，又很有那种 scientific 的那种，对吧？就很严谨，不是在那儿瞎说。然后我当时就是印象深刻，然后结果发现，在 UPW 里我还开心。给大家推荐一个就剧，应该有的人可能看过，叫那个《Love on the Spectrum》，那个真人 dating show，就是专门帮助 autism 的人 dating 的一个真人秀，超好看，然后确实有些技巧，像那个说的小迷你子说的像 mirroring 是 therapist 的一个技巧，就很多技巧是通用的。你像这些社交技巧，不是说就是你好像 autism 有的 social deficit autism 来需要，但有 NT 的人可能他本身也没有曾经习得过这些技能，其实是都很需要的。然后 Founder Spectrum 澳洲版的更好看，我觉得它有美国版和澳洲版的。然后它现在总共就每个，然后就这篇的话就是大家就讲，我们时间关系，下一篇，对，我觉得我们这个讨论的非常的充分，也非常感谢大家分享自己的经历。如果就像雨欣刚刚说的，如果有些个人经历不适合，不想要跟大家分享，不想要录播出来的话，也可以跟雨欣说，可以跟你说吗？还是我们默认就都不录出来，或者是大家同意的话，我们才会放出来。一般真因为我觉得我们人都会剪掉，对。对，但因为我们大部分都是在讨论个人经历，剪掉的话就剩了很少了。对对。所以就是要问一那大下大家。家如果不想把自己的刚才的分享放出来的话，可以那我们讨论第三篇。第三篇的话是又下降到一个比较更加 practical，因为刚才讲了很多归类，然后讲了大家面临的一些 challenges，但是就在比如说这个社会有限的能给予的资源，我们怎么来 leverage 这一些，获得更好的生活，就是我觉得这个如果单独拿出来讨论，可能再讨论1个小时，但是我们就简单的讲一下。这个作者我们就不介绍了吧，这个就反正大家都是 psychologist。就这篇他讲的主要还是就我们在这个工作场合可以如何构建一个很好的对就所有人的，尤其是 ND 比较友好的环境，然后来最大化的发挥每个人的创造力嘛。所以就像这张图，就是比较 typical 的人呢，他就是都是比较在平均的位置，像这个语言啊，就视觉，然后记忆力啊什么的。但 neurodivergent 的人，然后你就会发现这个工作记忆不太好，记不住东西。那有可能是 ADHD，有可能是 autism，就是
不想注意的东西不注意了，然后或者是注意力就根本很难集中。但是他视觉能力特别好，也就是说他一下子就可以看得到，就是什么定位到某一个人。就即使你记不住他名字，但是你知道他是做什么的，你知道他的重要性，那么这个人 networking 能力是不是就可能会比较强一些？那再加上他的 verbal 能力也比较好的话，那他这个完全就是一个可以成为一个 social king social queen。然后那针对这样子就是有偏科的情况，大家是可以让怎么样去accommodate。呃，然后这个 Table One 呢，它讲的是说就是各种不同种类 neurodiversity 嘛，neurominorities 就像刚才讲的，呃，我们最常见的说先天的就是有 dyslexia、这 communication、dyscalculia 就是计算能力不强，然后空间能力不太好，然后妥瑞氏综合症、ADHD、autism，或者有一些就是有一些可能是暂时性的，就像是精神疾病啊，它就是也会造成什么注意力、认知功能突然之间的下降。然后还有就是刚刚讲到说这个脑部损伤啊，像你不管是长了一个东西，还是说就是震荡了或者损伤了，就这些它其实也就可以归类为neuro minorities，但 neuro minorities 还是跟 neurodiversity 不太一样，因为我们 neurodiversity 可能更多的强调的是它先天的，因为本身就是本身神经结构就是有一种多样性。然后那我们下一章呢讲的就是嗯。就是这些人呢，就是在他举的一些例子，这些我们的 neurodiversity neurodivergent 的人群里面，他有可能会遇到哪些困难然后那他也有可能是有哪些强项，举例像 ADHD，这 Crystal 好像刚刚说是，嗯、就就是会有很多天马行空的想法，然后那个写作也不是说很线性，然后那对于有的 HHE 来说，他们就注意力很难集中呢，也就很难集中去安排事情，所以就有时候会变成就时间管理方面会有遇到一些困难。但是呢，很多人 ADHD 的人呢，他只要遇到了自己非常 passionate 的事情，他就可以非常专注的去做。那 ADHD 它的注意障碍是处在于它的原理是，就是没有多巴胺够的时候，它就是可以很专注，也就是自己很感兴趣的事情就可以很专注。多巴胺不够，那就完全无法专注了，就不停的走神。所以，然后呢，所以它呈现出来的就是大部分事情它是无法专注的，只有少部分事情是可以专注。然后而且就是如果他一旦专注到一个事情，就很难把这个注意移开，因为其他事情他是很难专注的但是很多人就会像这个空间视觉能力就会特别的好，他就很能够，就像什么学习那个叫是地理啊、天文啊，然后还有或比如说就是布置场地啊，这些空间能力就会非常的好。然后他也可能会有很多非常创新性的想法。然后 autism 呢，大家也是有类似的问题，但是它有更多的就是社交方面可能呈现出来的困难。但是呢，很多 autism 的人他语言能力非常非常的强，然后他的专注力非常非常的强，所以你其实会看到很多像码农科学家，他们本身就其实是因为拥有了这些 autistic trait，他才能够做到那么的好。因为对大多数人来说，很多东西是非常无聊的，很难去专注的。但是在这些领域，就是他们能够专注非常非常长的时间，而且非常非常的坚持。然后 dyslexia 呢，对，然后就是举个例子，dyslexia 呢它就是非常就是即使你说读写能力不好，但是他听说能力是很好的，所以在他听说能力方面，他可能做了一个代偿，把这个都作为一个他这个社交的手段，因为他就非常依赖就是各种听和说，来作为与人连接的方式，所以
往往这些人反而还可能成为企业家。看得出来，大家都是有很多 unique 的 talents 的，在很多时候，即使是看上去也有很多方面更加的 struggle 一些。所以，那这篇文章它在 practicality，它就讨论了我们在这个社会发展的过程当中，如果可以 develop 一些 tools 来更好的帮大家发掘大家无限的潜力，那是不是就可以给这个世界带来更多的色彩？所以就，也具体的讨论了这些，可以做的事情。对，这个我们就不细展开了，就是有很多很多事情可以做，因为我们今天时间就刚刚好，所以像雨欣，你有什么 last minute take away 啊，或者 last minute question 留给大家会去思考吗？大家有什么？我觉得大家就都多分享一下，因为我觉得这个事情说出来了之后，感觉就会有很多共鸣，就像今天刚才的讨论一样，就感觉到非常温暖，因为大家这种互相支持，然后互相看到，然后 validate 彼此作为 unique 的 subject of thinking，我觉得就是挺感人的一件事情。Links 老师，要不要给大家take away 就算了，给大家一个 preview 和 call for action 和 preview 吧，下一期要讲的内容。call for action， 我就觉得对，我也希望大家都更加 visible， 然后能够把就是自己的长处发扬光大，不管这个是对于社会那个热忱，对公正对诚实沟通的一种 practice， 所以我觉得如果大家能够把自己的长处发挥到最好，然后 advocate for yourself， 觉得这个是我们社会进展到现在，我觉得是可以努力的一个方向。当然我也非常就是欢迎大家给的任何 feedback， 还有以后就是希望想听到什么，以及下一期应该就是我们就是这一个学期的最后一期了，然后我们要讲的是community connectedness， 想如何 advocate 为我们的 community advocate， 一起如何建立我们更好的 community 的一期。感人，太重要了。OK， 那我们就谢谢大家今天来参与讨论，每次都准点结束，太棒了。然后那我们就2周之后再见，我会把阅读文献发在群里。谢谢 Binks 老师辛苦。谢谢雨欣，谢谢大家这么早来学习，太开感谢玉珏老师。玉珏老师太顶了，玉珏老师真的，我也在做很多 Up Woman 之前就是玉珏老师的铁粉了，一直都在看微博。真的玉珏老师太牛了，真是太幸运了。I know。其实我好像有被玉珏老师的微博影响到一些观念，我觉得我以前观念可能会比现在稍微保守那么一点，因为我好早前就关注玉珏老师，当时就是